大家好，接着来讲今天的史诗人物小原生 T2 马面雷神。不过在讲之前呢，我还是要说明一下哈，为什么我会把星爵当作是这次改版的一个战力单位，每个角色都跟他比是为什么？很简单啊，因为星爵70等满装又满制服。我当然是拿它来当做一个基准啊，就比如说这个新角行不行？当然是会拿它跟它做比较啊，不然我要怎么比啊？用电脑好不好？因为有个星爵迷非常不爽，我把星爵当做是一个战力单位。你也行好啊，你别看其他角色都是60几而已啊，既然打的速度跟70几满装满制服的星爵差不多的话，那星爵是算什么？你也帮个忙一下好不好？这么不开心你就不要看嘛，然后又偏偏要每个留言都每个影片都要在留言底下那个，应该说你每个影片都要在底下留言这样骂一下啊！我叫你讲出一个所以然，你也讲不出来，不然你说嘛？这个角色我们练他打网不快，打网不快啊，那我们练他是为了什么？我们练他是为了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吗？这个角色 T3 的不强，你说不强是为了平衡，那很奇怪啊。那我们 T3 他是为了什么？身体健康、万事如意。那像这次的史诗任务好了啦，我们 T3 一个角色，然后官方硬逼我们就是把他跟史诗任务做一个绑定。绑定这个举动，这也是算是有点过分的啦。就算今天他材料给我们8折好了。但这个角色我们以后不一定用得到啊！你说这是为了平衡，说这个 T3 角色不强是为了平衡，你也帮忙一下那不然你为什么不去练蚁人跟黑豹？反正他们也是为了平衡嘛。这让人家很想笑齁。练角色这个角色不强，那我们干嘛练他？真的蛮奇怪的齁。就像你吃饭好了，这东西不好吃，那你还吃，那你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？好，你可能是为了吃饱啦。那我们既然玩这游戏好了，我们玩游戏是要玩快乐的，我们当然是玩我们觉得强的角色啊，不然呢？我想到是真的觉得很好笑。好了啦，那。接着说好了啦，其实我觉得马面雷神真的算蛮有潜力的。先不提他的数值好了，因为他现在才55级，然后5红星，因为史诗任务就只能练到这样子，我没办法再练下去了。而且不得不说，这次的新角全部都有领导力，所以全部都可以拿白狐当小帮手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技能因为原本的那个第一部他的技能，因为我没有角色把它叫出来，所以技能没办法看到他满等的技能是怎么样。那现在就看一下他满等的技能是怎么样好了。他自身的话是50防御20%，然后电伤有30%，所以这个角色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不用去撑他的50防御了。那么他的 S1 的话，本身很高60%的减抗性，而且是对事件有用的。那 S2 呢？有额外冲击伤害。那 S3 也有额外冲击伤害，还有免伤5秒跟1次的增伤。S4 的话也是有减抗性，而且看一下这个减抗性可以跌到100%100%然后它又有 buff， 手攻手防加40%，攻速加6%，然后暴击加6%。所以如果要走 PVE 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角色应该是可以用鹰眼就可以了。因为如果你 S4 常驻的话，基本上那攻速应该算够用。然后看一下 S5，你看抗性一样可以跌到100%，然后本身又有减防，可以上限是50%，又有麻痹又有无敌。我怎么觉得这个角色用起来会比所有还要强？这有点尴尬的果然是越后面的角色就越强，而且他到时候又可以觉醒，所以他应该会是我下一支觉醒的角色啦，还蛮期待的，期待他觉醒技是怎么样，因为现在也看不到。那他本身又是电伤加50%的队长，这样一比好像所有真的被比下去了，因为所有他并没有几招是有减抗性的。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了，如果你以终局之战的索尔好了。因为佐尔的 T3 技真的算是蛮普通的
因为它的 T3 抗性的那个 T3 剂抗性只有减15%，然后上限是45%而已。那 S5 的话也没有减抗性啊，它的 S4 的 buff 其实以现在来说也算低了哦，因为只有锁攻锁防加25%，然后暴击加25%而已。那 S3、S2 跟 S1 都没有减抗性，所以两只真的要比较起来。马面雷神打乌木邪心应该会比较威力，所以我待会就会拿55级的马面雷神去打看看乌木。如果打得也很快的话，所以那马面雷神真的是可以值得练一下。如果你要拿来打乌木邪心的话，反正我已经给他同位素都装上去了。那特装的话，目前是先给他装被狂怒了。因为也没有其他装备可以装了。其实你也可以装审判啊，毕竟他没有制服，他的暴击回避的话，你很难靠侮辱跟装备撑上去，所以你其实也是可以考虑把它装审判。接下来就是在世界网乌木邪心打看看吧。那目前是只能打39层的乌木邪心。不对啊，马面雷好像不能可以上场哦，还好，我还以为他不能上场，因为他6星哦，还好。好，那因为他有领导力，而且他是英雄，所以一样都是给他放2个工具人哦，白虎跟局长。那小帮手的话，我是有给他放这2个，然后剩下都是放增伤小帮手。接下来看一下他的表现，如果他55级就打得过乌木邪心的话，那这个角色真的还蛮有潜力的啊，在 PVE 的部分，因为看他的技能的话，好像也不太适合打 PVE。是不是属于一个 PVE 特化的角色，跟大头宝宝一样？我们就来证实一下、测试一下、验证一下吧。那因为有等级差的关系啊，所以他打乌木都是一直会让他回避。奇怪，怎么都没有跳增伤？有跳增伤了，哎呀，惨了！因为等级差的关系，所以几乎打不带到乌木呢。没关系，我把小帮手都放50回避小帮手试看好了。等级差影响太大了。那我就给他放，剩下都给他放那个54回避小帮手好了。这样测试下来好像差蛮多的，感觉不太准确哦。现在看的应该就是只能参考而已啦。毕竟各位应该也很想知道，身为一个随着史诗任务成长的一个原生踢兔角，到底强度到底如何？到底值不值得我们去升它？到底值不值得花费8成的 T3 资源，然后去拿这一个马面雷神角色？这应该真的是蛮多人想要知道的一个事情。哦，他的陷阱真的太痛了，没有满等真的差蛮多的。不过基本上啊，他这个减电击抗性几乎都是常驻的哦。
再换低楼层试看看好了。这个等级差真的差蛮多的。来试看看20层好了。他要我们建议抵御值是50，我们目前是0，因为被官方给归零了。那目前来看，它的电击伤害是50，所以它满等的时候电击伤害就是60。这一点其实应该是跟林肯一样，因为林肯他也是电伤队长，然后他电伤有60%，所以马面雷神也就是跟他一样啦，可以当电伤的一个队长。来看看20级的乌木血星好了。有啦，可以了，比较打得动哦。好爽，打起来蛮有快感的啊。只不过他的自控真的蛮少的，所以我是真的不觉得他可以打 PVP 啦。因为你看他的那个 S5。也是属于一个半自控的状态，并不是说招式都是全自控的。这一点跟雷神比起来就有点落差。而且他 S5 的无敌只有3秒钟而已。就我感觉啦，就是被设计来打乌木血星的。而且他 S5 的特效真的蛮帅的。我觉得他这个 S5 很甩锤啊，就是很像那个雷神在电影中甩锤的序率有没有？就是甩那个喵喵锤啊。倒是真雷神没有把这招做到他自己的技能身上，是有点可惜啊。因为就我们看电影都很常看到他在甩锤啊、蓄力，然后再被锤子带着飞走嘛，就喵喵锤的时候，结果这个招式却被做在马面雷神的 S5 身上，还蛮可惜的啦。因为现在的雷神他拿的是风暴破坏，只是大斧头，他也没办法去做甩锤的动作了。所以这角色是还可以啊，因为你看现在55级5红心就可以打，就花2分钟就打完20层的乌木了。那你目前看到画面没有动，是因为它当掉了。好啦，所以马面雷神应该是 OK 啦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练一下。反正没有资源就佛心解嘛。啊，如果你有资源的话，就照自己的规划去解吧。那就谢谢收看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及点点小铃铛。我是小剑花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你干什么要拍照？爸爸，你干什么要拍照？拍你唱歌啊！你要不要再唱一次？